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欢迎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爱情还是支配生活的一种力量。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莎娜。婚姻的终极浪漫呢，就是将平凡的日子酿成醇厚的美酒。大家好，我是雷鸣。在爱情生活当中啊，咱们只论大是非，千万别算小账。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岳先生26岁，来自甘肃待业；谢女士23岁，来自安徽，家庭主妇。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感觉他太在乎钱了，花一点钱都能捞到很久。恋爱的时候装大方，实际上就是抠门。他嫌我抠，我省钱是为了我们的小家。他现在比较单纯，很容易被忽悠。你们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我希望他别那么抠，在婆媳关系上多出点力，而不是和稀泥。我希望他攒点钱，别轻信他人，长点记性吧。这个一开始谢女士就抱怨说觉得自己的老公太抠了，是吗？是的。就是你能给我们形容一下这抠得抠成什么样吗？就是在我坐月子期间，然后当时我公公婆婆在北京照顾我嘛，然后当时我看我婆婆天天做饭也挺辛苦的，我当时就跟他们说别做饭了，然后我就点个拉面，花了60块钱。然后他回来之后呢，就数落了我一顿，就说你花60块钱点3份牛肉面，还不如自己在家买呢。然后我要吃奥尔良鸡翅，他也说我要吃榴莲，他还说我物质。我是因为抠我才说你的吗？我当时是在兼职送外卖，我特别渴，我想喝瓶水我都舍不得买，而你说点外卖就点外卖了，你说吃就吃了。还有就是奥尔良鸡翅，因为我之前做餐饮的，我知道这个奥尔良鸡翅它里面含有香精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这1个月都吃了3、4回鸡翅了，你现在正是哺乳期。那我吃榴莲有错吗？鸡翅它对身体有影响，但是榴莲是水果，它对身体有影响吗？榴莲这个月是不是吃了2回了？然后家里面我前2天刚买的水果，先把家里面的水果吃一吃，再给你买。可是当时我就是想吃榴莲呀，我又没问你要给我买什么金子，然后银子什么的，吃个东西你就说我物质。我问一下谢女士，你知道你老公一天跑多少单，能挣多少钱吗？之前问过，就是4、5个小时挣100左右吧。那1个月也就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对。然后你是没有工作的，对吧？对。好，明白了。接着说吧，除了榴莲，他说你物质，还有在什么事儿上，你觉得他对你是抠的状态？就是我俩结婚的时候去试那个婚纱嘛，然后去了第一家婚纱店，婚纱和绣荷我都特别喜欢，可能他感觉很贵吧，但是我感觉还行。他当时就说什么这一家我们再看看吧，然后去他姐推荐的一家比较便宜的一个婚纱店，那个婚纱我还觉得还可以，但是那个绣荷我是一点都不喜欢。然后当时他就说我们就租第2家吧，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无语，为什么不能尊重我的意见？2家价位差多少？差个几百块钱吧。几百？500以上还是500以下？大概差个500以上。他当时还是3000的收入，对吧？他当时是有工作，然后不是3000的收入，当时是7、8千。你那个时候有工作吗？我那个时候是兼职。1个月大概挣多少？1个月大概4、5千。4、5千，你俩加起来也就是1.3、4万左右，对吧？对。当时他从网上买了一个同款的一个绣荷，然后那个租的那一家是500块钱日租，然后那个同款的绣荷也是500。然后当时我穿了之后我还起了疹子，他就是为了图便宜，太抠门了。我在网上一看，然后那个网上买的话也是500块钱，租的话也是500块钱。因为我朋友以前干过这个行业，他说我们如果结婚的话不要去租婚纱，租的话不划算。
这我和你说完之后呢，我就在网上买了，买回来之后，谁知道你穿上之后起疹子了呀？那不还是因为你在网上图便宜买的吗？要不然的话我能起疹子吗？那是图便宜吗？质量一模一样。最后我起了疹子，你不还照样1毛钱没花给退了吗？那你为啥相当于起疹子你还是没有给我花钱那个袖盒。那当时你下边没有穿衣服，你就直接穿的袖盒。那你还怪我？你穿婚纱的时候下边还穿的衣服。还怪我皮肤是吗？还怪我是我的问题是吗？那是不是？不是你买衣服的问题。那你最后还是没有花钱呀？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花过钱吗？房租不都我出吗？衣服鞋子不都我给你买吗？那我没给你买过吗？七夕节的时候我没给你送过衣服吗？那时候交房租的时候呢？啊，有一次我试探你，我说是我没钱了，让你交1个月的房租，你交了吗？你连1个月的房租你都舍不得交。这一吵出这么大的怨气。结婚这个袖盒呀，这个婚纱呀，可能对女生来说有一种执念，对吧？对，就是我喜欢那个，你没让我穿，你给我换一种方式，我怎么着都不舒服。对，就这意思是吧？对。那在你们2个人谈婚论嫁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彩礼呀、什么3金呐、这些，他都有准备吗？他给我买了3金，然后彩礼也给了，是10万。那房子呢？没有买房。有车吗？车子有，也是他来准备的。对，他买的。你们2个人现在是有宝宝了是吧？已经。对，不到2个月。不到2个月，他对儿子抠吗？他对儿子挺好的，不抠。你觉得他对他自己抠吗？也还行吧，不怎么抠。我记得有一次他买了一件挺贵的衣服给自己。挺贵的衣服是多少钱？他那个衣服3000块钱。他大概多长时间买一次衣服？反正他那个衣服穿了1、2年了吧，他也不经常买衣服啊。那刚才说了，结婚之前的时候还有工作呢，1个月也是7、8千。对，1个月7、8千。然后花3000块钱给自己买件衣服。因为当时我是没有结婚嘛，我们压力会小一点。哎，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他对你抠吗？谈恋爱的时候我感觉还行，但是结婚之后我就感觉他越来越抠了，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是不是因为他工作发生了变动之后，他开始在花钱方面比较在意？应该是吧。哎，你怀孕的时候对你怎么样啊？说起怀孕，我又想起来让我很生气的事，就当时孩子医生检查出来是那个臀位嘛，因为臀位不能顺产，顺产的话那个就是风险会很大，然后医生就建议说什么剖腹产，然后孩子如果说转成头位的话，可能顺产的几率会很大。然后当时我就在家嘛，我每天要去楼下走路，然后他还说我没运动，每天都指责我。那当时大夫是不是说，如果你现在运动的话，做了个操的话，就是有可能孩子会转过来？那个几率很小呀。几率很小，是不是有几率啊？你就是怕剖腹产花钱比顺产高。那你知不知道剖腹产比顺产的话伤元气要大呀？当时我爸妈没给我交那个农保，然后你还怪我爸妈。那我们刚有孩子的时候，我是不是问你有没有农业医保？我让你问一下你爸妈，然后你问完你爸妈之后，你说是他们没给你上。我说那现在是问一下能不能上，然后你就很生气，你说你不问。这个为什么要说到农保的事儿呢？这是啥意思？他说可以报销什么什么的，就是为了省钱。这是国家给咱的政策，这不是省钱不省钱的事儿啊。反正他就是对钱没有概念。咋没有概念法呢？有一次他和我说，他说他办了一张那个美容卡，1万块钱，然后他当时他身上也没有钱，然后他去交了一个3000块钱的定金，还欠人家的钱。他我说他赚钱还人家，当时呢他在另外一家美容院当学徒，他在别人家的美容院办美容卡，可是当时我脸上长痘了呀，我也跟你说了呀，我们那家又不是专门祛痘的，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呀。我让你去要，你不去要，你都害怕我介入，害怕我把钱要回来。我就感觉你性格很激动呀，有时候生气起来。我性格激动，我能把人家怎么样？我没要回来钱吗？到最后还不是我逼着让你去要的。到最后你要回来多少钱？3000块钱只要回来了500块钱。那就算我不要的话，后面还能接着做项目呀。那如果我跟着你去的话，难道就只能要500块钱吗？岳先生的印象当中，觉得你老婆是不是就对这个钱没什么概念，还是你觉得她就是那种铺张浪费的女孩？她对钱没有概念，这3000块钱我也就不说了。还有一次就是啥，她怀孕了，我说你别去上班了，因为她那时候还在上班嘛，我天天我都和他说，我说你不要相信网络上面在家里面躺着就能赚到好几百块钱那些东西了，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晚上回来的时候呢，他就一直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我会怎么办？我就问你怎么了，然后他就不说，
因为我了解他。后面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就说你是不是把钱都被骗没了？可是当时我是看到了一个兼职啊，在网上，然后他说可以赚钱，我又没想到我会被骗。我是不是天天都跟你这是怪说了？我，不要在家里面想着赚钱了。我想着在家也要有经济能力啊。我知道你的初心是好的，但是我也很自责呀。被骗了多少啊？被骗了4万。不是，这是个什么骗术？一下能骗走4万呢？你不是奔着挣钱去的吗？对呀，因为当时他让我下载一个软件嘛，就是我做什么任务，然后就会给我发那个货，然后在家做手工嘛。然后我想着我怀孕，然后做一下手工赚一下那个钱也挺好的。然后当时他就让我充什么别的值，然后说什么可以回本有利什么的。刚开始是几百，然后后面就变成那个。这4万是你个人的积蓄是吗？就是彩礼钱。你知道4万，他要送2000小时的外卖呢。所以我就说他对钱都没有概念。就这一次吧，他也没有其他再被骗的。被骗的他就这一次啊。然后呢，就是他交的那些朋友吧，哎，没法说。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给他随88块钱，他朋友的朋友结婚的时候又问他，我给我朋友随500块钱，嫌少吗？那人家给我发88是人家的心意啊，你能问人家要500吗？那他为啥要给他朋友随礼的时候要问你他随这句话呢？ 500又关我什么事呢？那他的朋友关我什么事？还有就是我们刚认识，人家不随也可以啊，人家不给我转也可以啊。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过你男朋友多高呀？你说1.74米，然后他说1.75米以下是半身残疾。那你朋友长得很好看吗？他身材很好吗？啊？他就那样说别的男生。真不理解，教的嫌她闺蜜说，哎，女生有时候在一起都会说点自己男朋友的坏话，对，女生都会有那种闺蜜会吐槽，也不是真的就不是。那你咋知道她朋友说你的呀？她和我说的，没脑子的，那跟闺蜜说的话还能跟自己老公讲啊？所以后面我就再也没有跟她说过任何。不是，他是这样的，你看啊，一般这种闺蜜吐槽完之后就结束了。你如果回家要传递给你爱人的话，那肯定是达到一定目的。比方说，你看我闺蜜她们家这个怎么样，你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呀？是传递目的。身高，你传递回来它能长吗？另外，男人对身高是很敏感的。他就是因为知道他敏感，他会去说了以后就可以显示我一朵鲜花插在你这牛粪上了，对，他也不会长了。对他的打压，所以你是对他的这些朋友什么的不太满意是吧？是的，他交的那些朋友每次出去他都打电话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那当时我去浙江要跟我朋友一起去灵隐寺，然后当时我跟他说了嘛，我跟他报备了，我说是女性朋友，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出轨了？你是不是找别的男的去玩了？然后当时我没有回他消息，他就找我给我打电话。不是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么不信任吗？他那次出去1天他都这样子。可是我们在外面玩呀，我怎么24小时都看着手机啊？后面我又没有回你，我就问你，然后你还是怀疑我。我为啥怀疑你啊？还不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住宿舍，你告诉我，你说你要给我送个东西。然后我就把宿舍的钥匙放在门口，我那时候住的单人宿舍。然后你告诉我你已经到家了，40分钟之后你才到家，凭什么要骗我呀？那当时我出去溜达了，外面那么冷，我不想告诉你我出去溜达，怕你担心我呀。稍等，这个逻辑我有点混乱啊。你说你是单身宿舍，你把钥匙留给他了，是从你那儿走了，他回家40分钟以后才回的你，是这意思吗？没有，是他说他要过来找我，然后他要过来找你，对，给个东西，然后我就把宿舍的钥匙放在那个门口了，然后40分钟以后他才到。对，结婚以后他还疑神疑鬼吗？感觉没有那么疑神疑鬼了。生完娃是不是更不疑神疑鬼？因为你只能在家待着。对，哎，现在生完宝宝你俩怎么样啊？刚生完的时候，当时我是剖腹产嘛，我婆婆当时过去照顾我了，然后我就请了1天的护工，因为当时我感觉他那老一辈的带娃方式也不对，想让他跟护工学习1天，然后花了那个460一天。然后当时我婆婆她就说护工啥也不干，就白拿钱，一直在那抱怨。然后当时我就看她换尿布，她也不跟护工学习，她给孩子擦屁股的时候感觉把孩子擦疼了，我就说她。然后还有就是喂奶姿势也不对，她就在那哭哭啼啼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特别矫情。那你们产生争执的时候你在场吗？我在，因为我也会不是说是向着他，也不会说是向着我妈，我会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因为有一次吧，就是他和我说，他说我跟我爸妈在一起的时候老是说老家话，他老感觉他是个例外。那你然后我回头我是不是就和我妈说了？你跟你妈说了之后，你妈什么态度？
你妈都气的要回家了，在那哭。那你说我妈大老远你妈还说啥东西都听我妈让我们请个保姆，晚上还死活不吃饭。那你生了孩子之后，你爸妈去哪了呀？你还让我去哄你妈。意思是我妈来是个错误呗？其实你心里是偏向你妈的呀。你爸妈为啥都不来照顾你啊？我这必须得来一句，她让你去哄，这是让你跟婆婆能够增进感情啊。对呀。现在婆婆还帮你们再带着孩子吗？带着，还住在一起是吧？住在一起。后面就没跟婆婆闹什么矛盾了吧？后面的话就是有一次就是做那个月子餐嘛，他当时给我做的就飘一层油，因为当时因为我是母乳嘛，母乳喂养，然后我怕就是那个堵奶，然后当时他做的特别油，然后我就说了他2句，然后他又哭了，我就感觉他特别的脆弱，说2句就哭，就婆婆老爱哭。对，他刚才提到你爸你妈，我听着他有气。对呀，从怀孕到生了孩子，他爸妈都没来看过他一眼，然后就转了2000块钱。生孩子你爸妈没来吗？他们在老家安徽，我妈她在照顾我姥爷，因为他们都80了。我爸在上海工作嘛，然后比较忙，他们就没有来。婆婆讲老家话，您都感觉到忍受不了，爸妈一次不来，忍受得了吗？我从小不是我妈带大的，然后我就跟她没有什么感情。理解了，你从小是爷爷奶奶家长大，对，爸妈从小基本上都没怎么管过你。对，我上初中他才回来看我上学。那就理解了。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你想有什么样的诉求可以提一下？就不要我买个什么东西，他都在那里啰嗦的那个。还有就是让他不要有那么多的大男子主义，老控制我，干什么事他都要管，一点小事他都要管着我。就其实还是在经济和金钱的问题上，对吧？对，你说白了就是你回到第一开始说的，你就觉得他别对你那么抠，是这意思对吗？对。还有就是他送外卖之前嘛，找了一份那个工作嘛，坚持了1天就不想干了，然后我就觉得他没有那种坚持力，就要有责任心一点，毕竟都有家庭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工作？3个月之后吧。好，这是你的诉求啊。那我们来听听岳先生，你的诉求是什么？我的诉求，我就希望他花钱的时候吧，就是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因为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怎么花都可以，我们赚多少花多少都无所谓。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然后我们这个金钱我们得需要去规划，反正就是节俭一点，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其他的还有吗？就是跟我爸妈好好的那个相处，不要老说他们做的不对了。好的，明白了。各位老师，他们的诉求就是这样，看看怎么帮他啊。丈夫是不是感觉这个妻子有点养不起了？我就害怕他这个消费会上瘾，所以我就希望他控制控制。妻子认为丈夫抠，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我认为就应该这样计算着过日子。他5个小时送外卖，只赚100多块钱呢，你怎么不想想自己去办一张美容卡3000多块钱？我能够感受到他对这个家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否则不会这么辛苦的去送外卖。他也想让你过上好日子，但是现在的家庭情况就是这样，需要的是什么？你的体谅理解。最后说一句，丈夫你也有错，妻子她虽然花钱没有章法，但也不是在我们眼里的那种大手大脚的女人，所以做丈夫的花大钱我们介入和他沟通，花小钱管什么呢？只要他开心，只要他不过分，所以你不能太过分。谢谢。先不说你们俩谁有错啊，就是你们俩人这话只要一搭上，马上就吵。我听来听去，你们俩所有的事儿的起因全是因为钱。钱如果到位，钱如果够的情况下，好多问题你们俩是不会发生的，就包括后边老人的问题。听完你们俩的故事，觉得女方可能责任更大一些，男方可能觉得委屈，一天就挣100块钱，然后女方要吃这个要吃那个。我说实话，从这个情感上来说啊，他没有收入，他想吃这个东西，他是不是得从你那儿要钱？对吧？是的，你可以跟他商量，可以去用温和的方式处理。凭什么你讲理的时候，他就一定要附和你？还有一个，我觉得你老公说的是有道理的。你租一个东西500块钱，你买完属于你也是500块钱。先别说这个材质对你过不过敏，他是好心，你只能说，哎呀，你这么做，我觉得我不太喜欢，但是我非常领你这情，因为钱不是你花呀，人家花呀。再说后边你说买吃的，这人家一单一单跑出来的，你就在家里待着，
还有一个我听明白一个事儿，就是这老公啊，你媳妇儿这父母啊，可能感情没有那么深啊，从小不是父母亲自带大的，父母都这么撒手了，他的世界只有你了，还为了你生了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他的任性撒娇只是拿你当依靠。再有一个，你爸你妈都没露面呢，你有什么资格指责他爸他妈？他来是帮忙，不是让他这么大岁数学会了必须要这么做。你干什么的呀？你是母亲，你应该顾这个阿姨，顾这个月嫂之后，你学会，然后让你的婆婆帮你打下手，这是正确的思路。对，父母是用来孝顺的，不是用来使唤的。还有你需要从中做一个桥梁去沟通，不是站在一方，他说了，你妈说老家话听不懂，你就去指责你的母亲，然后这边你母亲哭了，你就去指责她，你去哄我妈去，你在干什么啊？你两边都不讨好，你没发现吗？但是唯一让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两个人提的这几个点，一个说抠啊，然后这两个人提的都没有要离的意思。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冷静下来，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方式。我说完了。先说一点，我一点儿不觉得这男生抠，因为我觉得女生刚才提的所有的诉求，男生都满足了，但只是没有达到女生心里的预期和要求。他要的是我能随时想吃榴莲就吃到榴莲。我说要租500块钱的衣服，你就不能去买500块钱的衣服。你要的不是他对你大方，你要的是他对你顺从。所以这跟抠不抠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你现在刚生完孩子2个月，你可能整个身体的机能、状态、情绪都不是特别的稳定，这个我们是女人的都理解。但我觉得你要学会适当的去调整。好的夫妻是彼此心疼。什么意思？我知道他一天在外面跑外卖、送外卖多长时间，我知道他一天只赚100块钱，我就不舍得去花60点外卖。我特别想吃榴莲，但是我想到我老公一天跑4、5个小时，上上下下，无论严寒酷暑，他都需要在不一定有安全保证的情况下，飞速把这个外卖送到别人的手里的时候，这个榴莲我可以忍住。那男士也一样，你的心疼在于，我知道这个女孩从小没有父母疼，我就不会在台上，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拿着她的父母不来陪她生孩子、陪她坐月子这事儿说事儿，因为这是她的痛处，我不能戳她。所以当你们2个人真的学会彼此心疼对方的时候，你们的日子也就顺了。说实话啊，这个谢女士啊，我是第一次在一个人身上同时见到贪嗔痴。你贪呐，贪图享乐呀。85块钱的榴莲，一单赚5块钱，你丈夫需要送17单，所以你不懂爱，你不懂爱，你完全没有换位思考，你完全没有对丈夫的心疼，然后你不懂感激。什么叫你不懂感激？就是针对你的婆婆，你能把她骂哭2次，人没还嘴，1分钱不要，在这给你带孩子，然后你对生活的要求还特别的多，喜欢享受，贪。然后什么叫嗔？就是你骂他嘛。什么叫吃？天哪，4万块钱，说扔进去扔进去，就想在家天上往下就开始掉钞票。哎，我问一下岳先生，你当初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确信这个女孩爱你啊？当初他对我挺好的。怎么个好法？因为当初我和他说，我说我没有车没有房，然后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就刚开始我们处对象的时候，他说他愿意。就是来自于一个年轻女孩的冲动之下的我愿意，是吗？因为这个问题吧，我问了他很多遍。好了，这不怪他，这不怪你妻子，这个是什么呢？你妻子从小没在爸爸妈妈身边成长，有些东西可能他也没有地方学，但是我个人认为，就算在身边成长，你也不一定能学会，因为你的父母对你爱是相互的嘛。你生娃的时候，他们来都不来，对吧？所以2位你们继续磨合吧。我呢，说实话，
我认为大概率不能白头偕老。好，谢谢雷老师。我和所有老师的看法都不一样。我觉得女孩是在经历了人生特别难的一个时期。你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她结婚的时候，她是大着肚子的，她在被她的孕激素折磨。我们还忽视了一个大的问题是，她只有23岁，也就是说她怀孕期间22岁，这对一个女孩来讲跨度非常大，非常难。也是因为在孕期，所以她有可能会导致她的口味很奇特。比如说有一些孕妇在怀孕期间想吃土，真有。有一些孕妇坐在家里忽然哭了，你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因为我刚刚看到窗外有车开过，我一想到轮胎居然个个都是被压在车身下，我替轮胎伤心。他们的悲从心来自于他们自己都无法控制的那一些孕激素在作怪，所以他们可以在那一瞬间突然可能想吃榴莲，想吃的抓心挠肝。她当然知道丈夫哭，但她希望的是丈夫能够不说这些了吗？你们之间关系之所以交恶，不是因为女孩有多糟糕，而是来自于丈夫每做了一点事情都要跟妻子在那里侃侃而谈，不停指责，希望修正妻子此时的观点。而对于她来讲，她只是一个22岁想吃一碗牛肉面的怀孕的年轻女性。现在她的孩子也才2个月，她目前还在被哺乳期里头的这一些产后激素在给折磨着。还有包括把你妈骂哭2次，请问是骂吗？如果他对你的妈妈使用上了不文明的字眼，他的确素质有欠考虑。但如果他只是据理力争告诉老太太不能这样，我的毒奶了，你知道毒奶有多疼吗？你知道毒奶2次有可能她会乳腺直接发炎，那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她遭多大的罪吗？你们的漫不经心让汤里有油，她都不能说2句吗？当毒奶疼痛的时候，她不能为自己申辩吗？这只不过就是一个可怜的没有父母撑腰的女孩子。她现在23岁，角色一下子变换太大，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谁需要帮助是她，如果在这个时候谁需要抨击是你。你的嘴不饶人，你每一句都在把她往拜金女、贪吃，然后不心疼丈夫等等上给她塑造成这样的一个女人。如果她贪钱，她不会嫁给你。现在你但凡在家里能给她一点回应，她的愤怒，她的无助，她的没有安全感就不会这么强烈。什么叫回应？回应是她说老公我想吃榴莲，你说好的老婆吃得起，我已经跑了这么多天了，咱家吃得上一个90块钱的榴莲。你心疼她，她自然也会心疼你。然后对于女孩，我唯一要对你说的一件事情是，假如你能让你的丈夫感受到你对他的关爱，比如说老公我想吃榴莲，他说没事我给你买，你说不用，我用彩礼钱来买，跟你给我买的一样，他就能感受到你在替他减轻负担。但是现在你丈夫心里的不平衡，一是来自于他是男人，他无知，他对于一个经历产期和这个孕期的女性所处的困境他无知。这个无知不怪他，他也需要慢慢成长。一个男人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男人的，对吧？他也需要从男孩变成男人，变成父亲，他也在巨大转型。所以你也需要给他一定的关爱。他因为想着你怀揣巨款，却不肯为家花一分，他老觉得你跟他是2条心，所以怀疑你，所以在心里头总觉得你嫌弃他，也导致了他对你有这么多的一些怨言。你们是能过得下去的哈。一定要想起来，她是你孩子的母亲，刚刚生完2个月，她的剖腹产的疤现在都没长好。那一刀不是就割了一刀，是切开了7层，缝合了7层。我要说的说完了，请珍惜。好，谢谢米娜老师。你们2个人坐那儿休息一会儿，然后也想想老师说的话。请2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刘先生24岁，来自内蒙古，期货交易员；朱女士24岁，来自安徽，待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不知分寸，总喜欢联系他的前女友，而且现在谈恋爱时间长了，他总是因为一些小事跟我发脾气，而且总喜欢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他不求上进，在朋友面前永远不给我面子，不识大体，只考虑自己。而且他父母也不同意我俩在一起，我对他的奉献和付出他永远看不到。你们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我希望他收收脾气，多在乎在乎我。想让他对自己的工作多多上心，
多考虑考虑我俩的未来。你俩现在谈恋爱多长时间啦？我们俩谈了3年了，我们俩是大学同学。今天2位是谁提出要来的呀？我提出的。咋的啦？就有一次我们俩上课，然后他就在翻他的电脑，翻他的相册，我就看到里面有女生的照片，然后呢，他就立马把它关了，就不给我看。然后我就趁他下课的时候，就把电脑打开了，我就发现里面照片全是他前女友的照片。很多吗？很多。然后等他回来，我就问他，他说我让你不要看，你还非要看，然后还跟我生气。当时我也跟你说了，这个照片是从旧电脑传输数据传过来的，我当时也不知道。那我知道你看到这个肯定会很生气啊，我就不想让你看到。那我当时都看到了，好吧？那你看我电脑，我就觉得你不信任我。那你除了看我电脑，你说还会看我手机，怎么样？对，你还好意思说你手机呢？我就发现他手机里一直留着他前女友的联系方式。我说你给删了，因为刚谈恋爱不久，他就听从我，然后就把他删了。删了之后呢，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他前女友给他加回来了。然后呢，有一次我俩去面试，我就翻他的手机，我当时打开手机，居然发现他的密码还是他前女友的生日。他说那个密码的事情，我也跟他说了，因为当时那个日期其实是我爸带我去买车那个日期，我爸送我的第一辆车成年礼，我当时心里震，我也给他看了。看他聊天记录，我发现他们很长时间都在聊天。很长时间，应该有个1年多。男生是你主动和前女友聊，还是前女友和你聊的？是我主动找他，因为是有些事情。本身我俩其实还有一层就是亲戚关系在里面，他的姑姑是我的舅妈。就这亲戚，你俩需要聊啥呀？对，因为当时是大4，就是找工作，因为他是我老家那边，我想问他就是关于老家那边找工作的事情。他除了跟他聊一些普通的事情，他还在6一儿童节的时候，他给人家送祝福。我觉得很什么6一儿童节送祝福呢？当时正好找他问事情，然后就开头这样。我打断一句，问一下啊，你是通过他了解找工作的信息，还是说他能大概率的帮你找到工作？一方面是了解就是我们老家当地的工作一些信息，还有生活水平条件怎么样，因为我常年不在老家待着。然后他也能给你提供助理找到工作是吧？那没有。行，好，继续吧，继续吧。对啊，我都觉得没有什么联系的必要。然后除此之外，他刚开始跟我谈恋爱的时候脾气就很好，他现在跟我谈久了脾气就越来越大。有一次吃饭是我点的饭，然后他不小心弄洒了，他怪我给他那个饭放在桌子边上了，然后说他没吃到饭，跟我生气。然后还有一次我们去超市干啥买东西，买完东西呢，他拎着他就走了，我在后面回信息我就没跟上他，他都不知道等我一下。然后他莫名其妙的就冲我发脾气，他把东西一摔，然后我手机一摔，他就走了。那饭的事情就是撒过好多回了，我跟他也说过好多回，把饭往里推的，是按随手往里放。这小事就别嘚嘚了，对，这还有啥可解释的？就是情绪不稳定嘛，你看见点小事一点就着嘛，对吧？那包括那超市那次去，那从结账台到超市门口那一路，我全都是我拿的，你一下不帮拿，那路下掉了那么多次东西，你也不帮忙捡，你就看那手机。那你当那么多人的面，你就把我丢下就走了，那我怎么回去？你把我手机摔了，我怎么回去啊？我走回去吗？我问一下，有多少东西？2大兜子。2大袋很沉吗？有西瓜，还有一些水果。哦，因为当时除了拎东西呢，就是我胳肢窝下面还夹一些东西，有时候会老掉到地上，就拿不过来了。还有路上也不帮我捡，一直在那看手机。然后之前我们大3的时候就说去一趟西藏，叫上了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他的好朋友。然后呢，他觉得我们是情侣嘛，怕他那个朋友尴尬，然后又让他朋友叫了他朋友老家的一对情侣。第一天我们开车去接上那对情侣呢，我们到那个目的地都已经凌晨2、3点了，我当时坐一天车了，我就觉得很累，我觉得我们都这么累了，不如把帐篷搭好休息算了。然后他就非要说把那个天幕啊什么椅子都弄开，然后搞点仪式感什么的，我就很生气，我就不想去弄。然后他就来说我不合群，耍小脾气。本身这搭天幕放椅子摆桌子事情又没让你帮忙多少，你只是拎点东西，而且帐篷也是我搭的，只是后来让你去踩压气垫。那本身大家都很开心，是你把人家信扫了，那我们后面怎么玩嘛？那我不开心了，我觉得我就应该照顾我自己的情绪啊，我还要照顾那么多人的情绪啊，我怎么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后面第一天我们出去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手机就不小心掉到那个车座位底下了，膜它就碎了。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我想去换一个，当时也同意了。后面那个女生她说她想去洗头发，然后呢她先带人家去洗的头发，好，没问题。那去了之后，我说你洗完该带我去贴膜了吧？她说时间来不及了，你不要去贴了，然后就不带我去了。然后我就很不高兴啊，然后他觉得我又不顾及大家了，然后就给我摆脸色，觉得我扫他面子了。他带着别的女孩去洗头发了？他先带别人去洗头发了。人家有男朋友吗？有啊。
当时正好我们去买东西，旁边有理发店，人家正好去洗个头，因为人家是从贵阳坐车那边过来的，到西宁，人家坐了大概2天的车，然后就是也没有住我们没有住酒店，也没有洗澡什么的，然后人家去洗个头，就当时正好碰到了，就让他去洗了。后来因为我们还要往前赶路，确实时间来不及了，有手机我就没让他去贴了。那洗头的时候就不能找一地儿贴膜吗？我当时在路上都看到了，我让他去，他不去，他先带着人家去理发店那边的，然后后来就没贴成啊，没贴成我有点不高兴。然后不高兴，他就觉得我给他摆脸色呗。之后的时候我们吃饭嘛，前一天那对情侣正好多吃了一份自热米饭，当时那天呢他们就少了一份，他就非要把那个米饭让给别人吃，我就担心他开了一上午车，然后到下午还没吃饭，我怕他后面开车有问题，我说你自己吃，然后他就觉得我就因为这点小事还要跟他争执来争执去的，然后就当那么多人面他就直接吼我。那我当时吼你不知道为啥吗？你说什么不吃给狗吃，那人家听了去怎么想？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多人他这么大个人了，他饿不饿他自己知道。他要饿了，肯定就找点别的吃了。那不，你们肯定还得带点饼干啊，什么吃点别的，不也一样吗？这不是积怨吗？开始搭帐篷到这后边吃了，对，就是不满意，肯定是有积怨。他每次这出去就是老顾着自己，包括现在我现在天津这边找的工作，他每天在家就一个人在那儿待着，啥也不干。不上班不求上进，我让他学点东西他也不学，考个证他也不考。现在没工作吗？他每次都说我不求上进。我们在天津上的学，然后我爸妈都希望我回安徽那边工作，因为他在天津这边上班，我想我陪他一起留下来，我就到他那边去了。就那边又很偏，在滨海那边，我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在附近，我找到了也是不合适，我都去了，我也找了，我根本就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我天天在家啥也不干，那我也给他洗衣做饭呀。现在家务都是你在做啊？对，我做啊，吃完饭让他洗个碗，他也不愿意，他就坐那打游戏。他每天下班，他3点钟下班回来，跟他做打游戏，跟他朋友一块儿，打到晚上8点钟，除了中间吃个饭，然后啥也不干。也就是说，你现在每天的作息规律，或者说你每天所干的事儿，就是在家收拾家做饭，是吗？对，我还直播，我有我自己的直播工作。直播，我只是没有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出去上班。但是我也你有收入吗？你现在有收入吗？有收入。每个月你需要他资助你吗？不需要，你都靠自己是吧？对。那不是那家里边买菜做饭的钱他给吗？我出的，全是你出，我自己出的。我之前他一分都不出。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我有兼职啥的，上班啥的，我就有一笔钱。现在直播也赚点钱，也能支撑他我们负责什么开销呢？他房租、水电啊。那你们在这个比如说消费观念上，大家的分歧大吗？他花钱就很大手大脚，在学校的时候就这样。他之前假期的时候，他爸每个学期都会提前把所有的生活费都给他，他的假期就给他花完了。他花完之后，开学的时候再找他爸要啊。打游戏嘛，他什么键盘呀、鼠标都经常换。其实这种到大3的时候基本就没有，因为大3的时候我是自己把车抵押出去，跟我朋友一起投资了一个奶茶店，然后还有剩下的钱我自己就是去炒股理财一方面的东西。哦，你的奶茶店和炒股都赚钱了呀？炒股的时候是23年的时候有亏一点，当时是我爸给我补了一点。奶茶店赚钱吗？奶茶店目前还是在盈利的。他当时是把他的车给抵押了，这么大的事情他都不跟我商量。不，人家的车跟你商量啥呀？我爸给我买的车，我自己有支配权。但是这个事情又是为了我呀。这个逻辑没有错啊。他爸送给他的成年礼物是吧？是的。然后这属于他的资产，他抵押出去套成钱，然后开一个为了你们俩共同生活开始一个长期收入的奶茶店，这有什么问题啊？他去炒股，这风险很大呀，万一亏了呢？这些钱到时候还要来补呀？不是，这些钱跟你压根儿没关系，姑娘，你要他跟你商量什么？这钱是我爸给我的，我甚至都没有必要告诉你。因为我们俩没结婚呢，这钱是我自己的，我要拿它炒股，我就把它给我朋友了。但是他亏了的话，没关系，我肯定会帮他的呀，我不可能看他把钱。这是2个逻辑，关键问题是你不能说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你就是为自己嘛，就是自己嘛。因为当时我问过他家里情况，他就说他家里这边是提出的是10万块钱彩礼。当时我的出发点就是，我想的是在毕业前我尽量去攒齐这个彩礼，因为当时在23年开始，家里就是已经有下行这个趋势了，所以以后我想的就是肯定大部分都是要我来自己去承担，靠自己嘛，对吧？对，家里是办企业的，对吧？做生意的啊，那所以人家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人家这个想法我就是为了我们俩的未来考虑，所以我需要我自己想那些方法挣钱，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我花的又不是你的钱挣钱，我主要觉得这风险很大呀。不风险也不需要你承担啊。对，刚才那个男生都说了，他都意识到他们家开始下行了，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他怎么把这10万块钱彩礼拿出来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虑结婚啊，到我们结婚还有好几年呢。他
不工作吗？那你说他创业有风险的话，那你觉得他怎么才能把这个钱挣出来呢？不是，因为这方面是我主动去问他的，然后他跟我说是他爸爸那边要求就是要10万块钱彩礼，也不是要求吧，我们那边就基本10万左右，我就随便给他报了个数，我都没跟我家里说我们俩谈恋爱的事儿呢。随便报啊，对呀，就随便报的呀，因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我咋知道我爸到时候要多少嘛？我甚至就是让他跟他父母提出，就是我跟他去合肥那边定居，包括之前我大二的时候我也提出过，就是我去当兵，多当几年兵，退伍回来可以安置转业。我跟他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跟我说，一个嫌时间太远，一个嫌我去当兵的地方又太远，所以他没有同意。刚开始说2年，然后后来他说什么5年起步，那我怎么知道他要去多少年呢？有签士官的准备是吗？那他去那么多年，我还等他呢。当时还有一方面是打算就是去当兵之后去考军校。哦，考军校，那时间就长。后来等毕业的时候，就是家里说在甘肃那边有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就是我和他都可以过去，而且对我们专业正好也适合。然后我就跟他提出这个事情，他跟我说甘肃太远了，他父母不同意他远嫁，也不同意他过去。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刚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爸妈说了一次，然后我爸妈就不同意，就觉得他内蒙的嘛，离我家好远，就不希望我远嫁。我就跟我爸妈说我们俩分手了，我骗我爸妈嘛。我爸妈现在对我在天津都是不满意的。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父母不同意你们2个人恋爱，你就会选择分手吗？不是啊，我的意思是，就是我们俩工作几年，有一定经济实力了，到时候再跟我父母说这个。你们现在哪有经济实力啊？所以现在没有说啊。他天天就是上班也不好好去找，因为他每次去找的工作就嫌是要人家端休，要么嫌人家工资低。后来他跟我说他想干直播，我也支持他。然后呢，他每天现在就是中午睡到12点才起，晚上2、3点才睡。播几个小时一天？从8点播到晚上12点。哦，4个小时。才艺主播吗？娱乐主播，唱歌。那现在目前为止，你俩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想的是可以往就是西北那边去发展，因为那边机会多一点。西北去哪儿啊？西北？目前有一个是去新疆那边。来，更远了。那你去新疆，那他咋办呢？所以我给他提出建议，也就是你可以考导游证或者做旅游博主，去新疆那边也可以。他一个都没有采纳，每次跟他说起，他就把他父母搬出来说，他父母不同意他去那么远，他不好跟他父母讲。你如果去了新疆，收入高吗？可能跟目前在持平，但是未来的话，我觉得是比现在高的。女方，你觉得多少钱算收入稳定？我们现在5000块钱。不要说现在，在你的心目当中，对你父母能接受的多少钱，你们俩算收入稳定，他们会同意。别说远嫁，6、7千左右。2个人加一块6、7千就可以。不是一个人，就是1个月2个人能达到1万多，而且是稳定固定的1万多收入才可以，是吧？对。好。所以这就是他们今天需要老师帮助他们解决的问题啊！来吧，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于老师，男生，您诚实的告诉我，如果女朋友不同意，你还会奔着新疆的前途去吗？大概率可能会。我坚定地认为你会。你们2个人并不是说他脾气暴躁，他现在是很失落。一次一次他在寻找着自己的前途和发展，但是他渴望的在这个前途当中能够有你一起去。现在这个时代，如果2个人真爱，还有哪个父母可以棒打鸳鸯？一张身份证，想在天津结婚就天津结婚，新疆结婚就新疆结婚，父母拦得住吗？这说明你内心也在犹豫啊。所以你们现在要做一个抉择了呀。如果女朋友不同意，你去还是不去？如果她一意孤行，她要奔着自己的前途去，你做怎样的选择和抉择？谢谢。一开始就当个乐看你们俩这个大学生啊，搞对象肯定是这个意思。但是听着听着，我是觉得值得深思，我有点乐不出来了。第一呢，我想问问女生，你有没有跟他说你爸你妈不让你远嫁？说了是吧？他已经知道是吧？知道。那如果咱们在信任你男朋友的情况下，他在跟他前女友打探工作，老家工作，对吧？一开始我听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打头他的规划里就没有你，他就没有打算跟你回，他是先第一目标是老家的工作水平是什么样的。再加上一开始你说露营也好，还有你们俩在一块儿的这些事情也好，其实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不重视你。但是后边我听着听着呢，我觉得你的问题可能占了很大。
就是你真的想嫁给他吗？你为什么要老拿父母做挡箭牌？你这么听话，为什么还要瞒着父母跟他现在还在一块儿？你为什么不毅然决然的回家去伺候你的父母或者陪伴你的父母？这个是我非常费解的。男孩有他不对的地方，那是两个人情感问题。但是现在你的问题是阻碍你们俩未来组建家庭长远走的问题。这就是我的视角看完你们俩复述的所有故事。不是我说远，我说他可以去，但是我不想去。新疆他肯定会去，你跟不跟着去其实不重要了，因为他知道再往下走出现问题了，你还是得拿父母不让远嫁这件事去说的。你根本就没有做好跟他组建家庭、跟他共患难、跟他吃苦的准备。什么是你要的，知道吗？就是如果现在在安徽，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且有房有车，这个才是现在你觉得具备的因素，且你父母能接受的门槛。我说完了。在我看来，你俩就是在表演相爱，爱情成了你们两个人的一个挡箭牌。真的，姑娘，你就是懒。你别说什么在滨海找不着工作，咋的？天津就滨海那么大呀？每天睡到12点，你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任的一个状态吗？那么多年轻人，别说滨海和天津市了，北京和天津通勤，住在武清，在北京上班的比比皆是，每天早晨坐高铁的人那么多，都是通勤的。你怎么就不能在市里找工作呢？所以我想劝你们两个人的是，放下爱情的伪装，不要一边委屈自己，一边埋怨对方。大家在恋爱的时候，考虑自己的未来，规划自己的未来，一点错都没有。你必须得先对自己负责任，你才有能力对你的另外一个他负责任。在你们20多岁的时候，我就是要先清楚的规划我自己的未来。但是你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我规划的未来都是为了你啊！你看，我给你规划了去甘肃，我给你规划了去新疆，但实际上这些所有的规划都是以你自己为出发点，顺带手把他带上。你不就是要把他变成你的那个依附对象吗？你要真的自己的规划那么的清晰，为了你们两个人，你自己走啊，你去赚钱呐，赚完回来娶她呀。所以你们两个人在表演相爱，你们拿爱情当自己的挡箭牌，你们不要虚伪的打着爱情的幌子了，爱情不背这个锅。到现在为止，我有一感觉，就是女方在男方父母那儿，其实男方父母都同意，对吧？但是男方在女方父母那儿基本上没什么存在感。你应付他一句话说，我们那儿都是10万块钱彩礼，你并没跟自己爸爸妈妈问过，你是应付他说了一句，是吧？因为我爸妈还不知道我们俩。对呀，他随便。对呀，所以啊，那在什么前提下你愿意让爸妈知道？是不是刚才曹老师说的，他现在就得在合肥有正式工作、稳定收入、有房有车，在这个前提下，你才会跟你爸妈慎重的去谈这件事儿，是不是？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就是说你在合肥有房有车有正经工作有稳定收入之前，他跟你说的所有的未来都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应付你。我讲明白了吗？讲明白了。他从来不为我俩之后的事情。你为以后的考虑是你跟我走，我想去那儿，这是你为你们未来的考虑，对吧？嗯。他为你们未来的考虑是你跟我来安徽，我不能远嫁。你觉得两个谁错了？都没有错，都没有错，走得到一块儿去吗？我觉得大概率的走不到一起，所以还彼此浪费什么时间呢？我讲完了。你们俩谁更害怕分手？我。你。所以每一次当他说不愿意跟你去甘肃，不愿意跟你去新疆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过我们谈异地恋，考虑过，因为你担心他要跟你提分手。是。你要带着他去是为了让他帮你干家务吗？不是。你跟他在一起又不好玩，你每天忙着玩游戏，游戏在哪儿都能玩，没有他陪在你身边的话，就是身边少了一个洗衣做饭的女人。你们下了班也没有一起去逛街，对吧？没有。所以不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携带我的佣人跟随，所以我不能一个人去甘肃，一个人去新疆吗？不是。
不是，那你在这2个人的关系里头，你做了什么？你在2个人的关系里头，在我听起来就叫做房租我没跟你 AA， 就是我可以对你颐指气使和不参与家务的理由。那他直接跟你 AA 了，是不是就可以跟你家务活也 AA 啊？他 AA 得起啊？我不用他 AA， 不用他 AA， 你怎么从来不做啊？那你怎么从来对他全部都是抱怨啊？什么不找工作啊？说他不找工作，人家姑娘说了我没花你的钱。他倒是说了你不干家务，可是你也没胆子说我没睡你的床，我没用你的碗，能说吗？不能的话，你这样的男孩凭什么能嫁呢？如果你已经想好了，我在结婚前做老妈子，我学好了一身好本事，我在结婚后我也可以用这个本事服务我们家的少爷。他创业，他继承家族生意，自己做大做强。如果这是你自己的白日梦的话，你就在这一块精进，就努力干好家务活，不要期待你的男朋友跟你分担。女孩其实也就是因为知道他家境还不错，觉得他可能也还有一点能力，以为这2个一叠在一起就可以使自己培养出一个乘龙快婿。事实上这一点你的梦是得醒的哈，他不能成为你期待的乘龙快婿，而且无论他发达不发达，他在家都是个懒鬼，他不会参与家务劳作任何。该分还是该合，你们自己想。我说完了。好，谢谢米娜老师。接下来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门后，考虑一下老师的建议是否选择要出来。谢谢你们，请回到门后。好，那在揭晓我们第1组嘉宾的结果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好了，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1组嘉宾的结果啊，他们是否会出来呢？来，3、2、1，请开门。这对夫妻会出来，我觉得会出来，他俩问题不大，对，问题不大。这个2个人协商一下，说明白了就好。对，沟通问题调整就好啦。对。有啥想说的吗？跟我们？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我感觉自己好像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我以后会控制一下自己的那个消费，然后也多体谅一下他。先生想说什么呢？我就是以后也应该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跟他沟通，以后我也会改变我自己。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2人，抱抱对方吧。好，请亮灯。祝你们幸福，希望宝宝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你们来到节目，谢谢老师。来这边请。如果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想要来到我们的节目的话，联系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公众号跟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啊！好了，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结果啊！3、2、1，请开门。最好不要出来，不会出来了。对，最好他们爱情都不伪装了，选择绝对不会伪装。不要出来，不要出来，不会出来了。没有人。不管怎么样，希望他们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